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期，有一个人虽然没什么出色的战绩，却被认为是五勋第一人，而且这个第一人他当得名副其实。这个人不是吕布，而是曹操麾下的夏侯惇。夏侯惇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，甚至还被人抓为人质，却被后世的司马炎称为未知元功。因为不是 MVP 才配有战功，辅助一样有，会觉得夏侯惇没有战功是因为搞错了他的定位。历史上夏侯惇的定位实际是一个硬派辅助，辅助的工作向来容易被人忽视。虽说善战者无赫赫之功，但能有5万打赢80万大军的战功，或者一剑退敌的战绩，谁又会选择攻城不必在我的隐忍呢？但这也更凸显了夏侯惇的可贵。夏侯惇在网上最大的黑料就是被人绑架，因而获得了肉票将军的称号。这事儿发生于吕布偷袭兖州期间，由于曹操杀了名士边让的全家，引起了张邈等士大夫的恐惧。张邈趁曹操打徐州的时候，迎接吕布带兵入兖州。吕布入兖州以后，直接扑向曹操家眷所在的鄄城，想来一出辱妻子无自养之。留守鄄城的荀彧察知了吕布的动向，当即要求夏侯惇前来协助防御。这时候夏侯惇的全局意识就展现出来了。夏侯惇没有全力支援，只带轻装部队赶往鄄城。在夏侯惇看来，鄄城要守住，濮阳一样不能丢，所以带轻装部队，一是为了加速，二是为了把辎重留给濮阳的守城部队。在一般人看来，对手是吕布，自己这边还只有一小股轻装部队，这仗还怎么打？不如趁早投了。但在夏侯惇看来，赶走吕布守住的鄄城，只带轻装部队足够了。结果确实是吕布被夏侯惇用轻军硬生生击退。夏侯惇能击退吕布，证明他个人的武力值不低。史书记载，夏侯惇14岁时，因为有人侮辱了他的老师，夏侯惇直接把他干死，真可谓人狠话不多的典范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不能说明什么，没准那人只是个嘴贱的软柿子，杀了也不代表夏侯惇多厉害。但是夏侯惇好歹出生地方豪强级别的家族，他的老师也不会是简单人物。能侮辱夏侯惇老师的人，又会是什么级别的人物？所以惇杀之这么短短3个字，隐藏的可能是史诗级别的下课上。在对决吕布时，夏侯惇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实力，凭借着强大的个人武力，亲自拼命搏杀，竟然用轻军就击退了同样勇冠3军的吕布，堪称奇迹。然而接下来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，夏侯惇击退了吕布，结果反而是吕布拿下了濮阳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事儿不怪人家夏侯惇，得怪曹操。夏侯惇是考虑周全，留下足够的防御力量守濮阳，谁奈何曹操用错了人，走之前让陈宫协助夏侯惇守东郡，结果是吕布被夏侯惇击退以后，当即掉头扑向濮阳。那边陈宫看吕布来了，立马带兵投向吕布，帮吕布拿下了濮阳。夏侯惇估计要哭了，队友太菜带不动了。接下来那件所谓肉票将军事件发生了，吕布拿下濮阳以后，心生一计，派手下的高级将领诈降夏侯惇。夏侯惇心地比较单纯善良，就信了。这帮人趁着夏侯惇好言慰劳他们时候，突然一起扑上去，把夏侯惇给挟持了。但他们最终啥也没干成，因为这帮绑匪实在太怂了。夏侯惇麾下的韩浩知道以后，也不管夏侯惇死活，直接下令攻击，吓得绑匪扔了夏侯惇，直接磕头求饶。韩浩笑了，有人治我都敢打你们，没人治我还听你们废什么话呀，直接全杀了。这就是著名的夏侯惇肉票事件。然而这是不能说明什么，除了说明夏侯惇性格上有点傻白甜外，不能证明他的能力有何缺陷。这几个诈降的人在吕布那边都是军官级别的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几个军官级别的一起挟持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所以这事儿不能说明夏侯惇不行，反而说明夏侯惇比较单纯善良，容易相信别人，也不能说是坏处，反而觉得这人性格挺讨喜。夏侯惇事后对韩浩的态度也说明了这点。韩浩进宫时压根没管夏侯惇死活，如果换个别人，有可能记恨上韩浩了。如果夏侯惇想搞韩浩，韩浩不死也要卷铺盖回家。然而韩浩不但没受到任何报复，反而官运亨通，足见夏侯惇深明大义，对韩浩没有丝毫报复。夏侯惇被解救以后，当即赶到鄄城后，趁夜发起突然行动，
诛杀谋叛者数十人，一举稳定了鄄城的局势。后来吕布又亲自带兵前来攻打鄄城，夏侯惇又协助荀彧守住了鄄城，让吕布无功而返。在决定曹氏集团命运的官渡之战中，夏侯惇也一直在扮演一个顶级的辅佐角色，但史书中对他的描述仅有寥寥数字。太祖平河北，为大将军后拒。官渡之战，夏侯惇到底是干嘛的呢？夏侯惇当时是河南尹，而官渡战场就在夏侯惇的河南尹境内。那夏侯惇具体干了什么呢？官渡之战，曹操委任的后勤提供者是任俊，然而任俊把任务搞砸了，甚至出现了一个奇葩的情况。我们都知道官渡之战曹操缺粮，是曹操领土里没粮食吗？他白屯田了吗？事实是史书刻意掩盖了袁绍在官渡之战中的神来之笔。官渡之战最早断敌粮草的并不是曹操，而是袁绍。袁绍一直派出特遣部队，在曹操后方断绝了曹军的粮道。搞笑的是，徐晃传中记载，徐晃在顾氏击溃了袁绍的补给队伍。如果不看地图，好像是徐晃搞掉了袁绍的补给。然而看了地图，就发现了一个大跌眼镜的事实：顾氏竟在曹操的大后方，也就是说，徐晃竟然是在曹操大后方烧掉了袁绍的运粮车。可见袁军当时竟然已经堂而皇之道夺取了曹操的粮食后，装入粮车，大摇大摆在曹操后方晃悠的地步。徐晃虽然击败了袁军，但最终烧掉的却是被袁军夺取的曹操自己的军粮。既然如此，曹操为什么还能坚持到最后翻盘呢？想大概率是身处曹操后方的夏侯惇想办法运了一些粮食给曹操，才能让曹操勉强坚持到翻盘。在平河北的过程，夏侯惇为大将军后拒，自然也是担负各种后勤工作。曹操能打赢官渡之战，夏侯惇功不可没。除此之外，在曹操平河北的过程中，夏侯惇还作为一路统帅参与了平定叛乱。河东之战是一场被很多人忽略的战役，事实上此战规模非常大，是中胄、夏侯惇、马腾等关中诸将联军与张胜、魏固、张衍、高干联军在河东郡进行了一场大战。双方参战兵力之和估计达到了数万人，这样规模的战役在汉末已经堪称超级大战。夏侯惇统领万人以上军队，作为联军主帅之一参与了作战，最终夏侯惇等关中诸将联军大获全胜，平定了叛乱。汉中之战后，夏侯惇被曹操委以重任，手握10多万军队，作为曹操军负责东线对孙权作战的总司令。此时的局势对夏侯惇那是相当不利，这也要归功于曹操。之前曹操想要强行拆迁，导致10多万百姓直接跑去投奔孙权了。此时夏侯惇带着10万多人屯于居巢，看似威风，实则处境艰难，能形成照应的只有屯于合肥的张辽。面对这样的局势，夏侯惇和张辽密切配合，形成了一个双重防御体系，让孙权无计可施。孙权也是着想突破这个防御体系，却只能无功而返。总的来说，夏侯惇的军事才能比较特殊，由于人格魅力、内政能力、后勤能力以及出色的全局意识，夏侯惇提供后勤以及镇守一方很厉害。由于个人的勇猛，也善于应对小规模的交战。夏侯惇负责的工作虽然不如开疆扩土、冲锋陷阵那样耀眼，但论起功劳却是相当巨大，以至于司马炎认为夏侯惇是未知元功。由于夏侯惇的后人并没有什么很强的地位和势力，司马炎没必要吹捧他，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出于真心。然而正是由于辅助性质的工作不够耀眼，导致很多人并不能轻易理解并体会出夏侯惇的功绩，最终导致夏侯惇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遭到了很多人的轻视乃至于嘲讽。